山楂在生活中很常见，味道有点酸，所以呢，经常把它做成冰糖葫芦，这样呢就很好吃了。山楂呀，营养价值很高，可以入脾、胃、肝经，经常吃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那山楂中呢含有黄酮类、糖类、鞣质以及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，不仅可以提高脾胃功能，还能帮助软化血管，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含量，清除体内的垃圾和毒素。但如果呢能够配上其他的食材，养生效果会更好哦。大家呢可以搭配菊花茶。菊花不仅好看，营养价值也很高。菊花茶中含有挥发油、黄酮类、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等物质，具有清肝明目、抗衰老的作用。将菊花和山楂搭配一起泡水喝，不仅可以疏通血管，也能养肝护肝，帮身体来个大扫除，对健康有帮助。大家呢可以坚持试一试。最后温馨提示：菊花性微寒，不适合脾胃虚寒的人和孕妇。尿酸高对身体危害很大，很容易诱发痛风，对肾脏健康也不利。所以呀，一旦查出尿酸高，就要赶紧调理。那在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，要少吃下面2种食物。少吃海鲜，海鲜中含有很高的嘌呤，而尿酸高的人是不适合吃含有嘌呤高的食物的，所以一旦查出尿酸高，海鲜类的食物就尽量不要吃了。少吃动物内脏，动物内脏虽然营养丰富，但也不适合尿酸高的人吃，因为动物内脏中也含有很高的嘌呤，所以也要少吃，尽量不要吃。除了少吃上面这2种食物外，还可以多喝一水，就是白开水。尿酸高的朋友可以多喝一些白开水，因为多喝水可以帮助促进尿酸排泄，对稳定尿酸有帮助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注意不要憋尿，如果憋尿会导致尿液滞留，对肾脏造成损伤。还有尿酸高不能够及时的排出，沉积在肾脏也会给肾脏带来损伤。所以尿酸高的朋友要记住多喝水，不憋尿，这样才能够稳定尿酸，少痛风。对于尿酸高，相信大家呀都很熟悉了。如果体内尿酸超标，那么就可能会引起痛风，对肾脏、血管等造成损伤。那该怎么判断尿酸高不高呢？如果晚上睡觉时有3个异常，那么就要小心，可能是尿酸高了。第一个，关节有刺痛感。如果在晚上睡觉时关节突然感觉到刺痛，而且有被疼醒的情况，那么就要引起重视了，很可能是尿酸高的表现。第二个，下肢水肿。如果尿酸偏高，很可能会使肾小球堵塞，这样导致水分没有办法排出体外，那么睡觉时就很可能会出现下肢水肿的情况。第3个，夜尿增多。如果不是在喝水多了的情况下出现夜尿增多，并且尿液颜色变深，就要考虑很可能是体内尿酸高，或者是前列腺出现问题，最好到医院检查。相信大家对尿酸高、痛风都不陌生吧？痛风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所以平时呢要做好预防的工作，尤其是在吃上面，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，尽量少喝下面这3种水，少喝碳酸饮料。很多人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，就喜欢用碳酸饮料代替，殊不知碳酸饮料中含有很高的糖分，如果摄入过多糖分，容易增加体内嘌呤的含量，从而引起尿酸升高。所以尿酸高的朋友要尽量少喝碳酸饮料，少喝冰水。天气热或者是刚运动完，很多人喜欢来一杯冰水。冰水虽然喝起来很爽，但对于尿酸高的朋友来说，对健康是非常不利的。因为冰水会让体内温度下降，降低身体的新陈代谢，也容易使尿酸升高，诱发痛风，所以也要尽量少喝。少喝酒。尿酸高的人一定不要喝酒，不管是白酒、红酒还是啤酒，酒类饮品中都是含嘌呤较高的食物，特别是啤酒，如果喝多了也容易诱发痛风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在很多人还在和3高做斗争的时候，又出现了第4高，就是高尿酸。高尿酸的危害很大，不仅会引发痛风，还会危害到肾脏健康。如果想要控制好尿酸，预防痛风，平时可以多吃一下下面这2种利尿食物。第1种食物，冬瓜。冬瓜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蔬菜，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吃到，它对身体肥胖的人是很有益处的。那除此之外，冬瓜还有很好的利尿清热的作用，
尿酸高的人经常吃，可以帮助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，稀释尿酸浓度，有很好的降低尿酸的作用。第二种食物，莲雾。相信很多人对莲雾这种水果不太熟悉，它原本是生长在马来半岛的一种热带水果，它香甜可口，而且非常的有营养，其中含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，莲雾中还含有很多的水分，所以有清热利尿的作用。尿酸高的人经常吃，可以帮助促进尿酸排泄，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痛风的效果。除了吃，平时多运动对于尿酸高的朋友也有很大帮助，因为运动可以帮助促进新陈代谢，有利于体内尿酸的排出，也能够有效的避免痛风的问题发生。牛奶是一种常见的饮品，营养价值很高，老少皆宜。如果你能每天坚持喝一杯的话，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。好处一，补钙。喝牛奶补钙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尤其是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更需要补充钙质。牛奶中含有优质的蛋白和丰富的钙质，而且还容易吸收，所以每天喝一杯可以起到补钙的作用。好处二，美容养颜。喝牛奶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美容养颜。牛奶的营养非常丰富，其中含有的维生素 A 和蛋白质可以让人肌肤变得白皙，很适合女性朋友喝。好处三，帮助睡眠。现在有很多人都深受失眠的困扰，这时不妨在睡前喝一杯牛奶。牛奶中含有的色氨酸和乳白蛋白具有安神和催眠的作用，每天坚持喝一杯，对睡眠有帮助。那虽然喝牛奶有很多好处，但是喝牛奶时要注意2点。第一，煮牛奶的时间不要太长，最好3到5分钟。时间太长，牛奶中蛋白质的形态会发生改变，容易使牛奶的营养降低。第二，乳糖不耐受的人不宜喝，如果喝了容易出现拉肚子的情况，大家也要注意。瘦为美，每个女人都想要一个好身材，那想让自己的腰能够细一些，而且好身材也是一种健康的表现，因为水桶腰会使人衰老加快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那女性35岁以后腰围多少算健康呢？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标准是女性的腰围最好不要超过80厘米，不过我们可以适当的放宽5厘米，也就是不要超过85厘米。其实这只是个大数据，大家参考一下就行。如果女性腰围太大，脂肪太多，会给身体造成很多伤害。如果想要摆脱水桶腰，延缓衰老，平时要保持健康的饮食，少吃油腻、脂肪多的食物，多吃一些水果蔬菜，还有多喝水，有助身体的新陈代谢，对减肥有帮助。除了饮食，还要多运动。运动可以增强体质，对减腰围、保持身材有帮助。比如瑜伽、快走、慢跑等，对身体健康都有益。吃两物，淡化皱纹，皮肤更有弹性。皱纹可以说是女性的天敌。当女人过了40岁，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想要延缓皱纹的产生，关键还是要减少体内自由基的数量，可以常吃下面这2种食物，帮你留住美丽。第一种，番茄。番茄就是我们常吃的西红柿。番茄营养价值很高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、蛋白质以及有机酸，其中含有的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有延缓皮肤细胞衰老、展平皱纹的功效。那经常吃能够让你皮肤更加细腻光滑，保持年轻漂亮。第二种，葡萄。葡萄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水果。葡萄的营养也很高，其中含有大量的葡萄多酚，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。它能够阻断游离基因增生，对延缓衰老有一定作用。而且葡萄中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可以帮助抵抗衰老，延缓皱纹的出现。除了这2种食物外，还有很多食物可以减少皱纹产生。那最重要的是要每天补充足够的水分，这样才能够帮助你出现3个丑态，可能和内分泌失常有关。内分泌和女性健康紧密相连，如果内分泌失常，对女性的影响是不能小看的。当女性出现3个丑态，就要小心了，可能是内分泌失调了，要及时调理。丑态1，白发早衰。如果内分泌失调，很有可能会引起女性白发早衰。
因为内分泌失调，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分泌会减少，这也是导致人体衰老的重要原因。丑态2，肥胖。内分泌可以让肌肉和脂肪达到平衡，但如果内分泌失常，身体中的脂肪和肌肉失去平衡，脂肪一旦变多，就会导致人肥胖或者浮肿。丑态3，脸上长痘和色斑。内分泌对女性的皮肤有很大影响，如果内分泌失调，皮肤就会变得暗黄，出现长痘和色斑的情况，这时需要及时的进行调理。那女性朋友如果出现上面这3种情况，就要注意内分泌的情况了。平时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，不要熬夜，饮食清淡，多运动，这样有助内分泌保持正常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希望大家可以坚持下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